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在日本人的心中，它被誉为圣月，不仅是日本最高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挑战。官方规定，富士山的登山活动为7月到9月，这段时间的气候相对温暖，登山设施和山屋也都处于开放状态。然而，在非开放的日子中，由于冰雪覆盖、气温骤降，山路变得异常险恶，这也使得登山活动的事故风险大大的增加。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攀岩、跳伞等极限运动搬上了网络，以第一人称视角追求极限的直播效果，从而吸引流量。对主播来说，直播不仅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展现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标志。然而，在追求流量和热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安全风险的忽视。2019年10月28日傍晚，一位名叫岩原彻的日本网友独自一人选择在富士山非登山季节攀登，并开启了一场名为 Let's Go to Snowy Mountain Fuji 的直播。视频开始时，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他在厚厚的积雪和冰冻覆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现场环境极为恶劣，风速大，气温又低，路面因积雪混杂着结冰而极度湿滑，而他身上的装备却远没有达到应有的专业标准。指がやばいのにね、スマホを操作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の苦行、感覚ねえわちょっと。在直播过程中，岩原彻多次向观众表达对寒冷环境的不适，他的手指明显因低温而僵硬，甚至几度抱怨道手指都快冻僵了，但我得继续操作手机。这种情形不仅反映出他对气候的轻视，也让观众们担心着他的安全。随着他攀登的越来越高，弹幕和实时评论层出不穷，有不少网友都提醒他这里太危险了，赶紧回去吧，或者别再往前走了等等留言。但他似乎并未真正听取这些建议，而是固执地继续往前走，试图将整个攀登过程尽收在镜头里。在接近山顶的那一刻，画面当中的岩原彻站在了险峻的山路上，身后是即将覆盖整个视野的冰雪。他口中反复强调这里很危险，而就在观众们注意到他言辞中透露出的焦虑与不安时，意外突然发生了。めっちゃ合ってんのこれ。なんか外埋まってんだけど雪で。よし行こう。ここも危ないね。ちょっとね斜面滑る。在距离山顶仅仅几米的路段，他的步伐开始踉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当时他正踩在一块被厚厚冰雪覆盖的不稳固岩石上，脚下直接失去了支撑。紧接着，他迅速从陡峭的山坡上滑落了下去，跌落的高度接近600米。那一刹那，数以万计的观众们屏住了呼吸，凝视着屏幕，而弹幕上不断打出了太危险了等留言。整个过程仅仅在几秒钟内发生，直到信号中断，直播结束。在岩原彻失足坠落后，不少在线网友立即报警，当地的紧急救援机构迅速行动。据报道，救援工作在极为严酷的冬季条件下展开。富士山在非登山季节时气温非常低，积雪还很厚，山路十分难走，使得整个救援过程充满了困难与风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到事故现场，但由于事发地点位于海拔约3000米左右的险峻地带，恶劣的气候和视线受限让救援工作进展缓慢。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救援队不仅动用了专业的登山设备和滑雪器材，还在部分区域部署了直升机。但高空大风和冰雪的干扰使得直升机难以精准降落，最终救援人员不得不分组徒步前往坠落区域。经过了2天的艰苦努力，救援人员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谷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由于当时山上大部分设施都处于关闭状态，加之现场环境极其危险，整个回收和转移过程都充满了挑战。救援人员在确认遗体的身份后，将其安全地转移到较低海拔的救援基地，由当地的警方和医疗机构进行后续处理和死亡确认。岩原彻是一位47岁的日本男性，据部分网络传闻及报道，他并不是一位登山老手，只是曾经多次攀登过富士山而已。甚至在直播当中，他也讲述过自己的登山经历。然而，关于他的个人生活，追溯的信息非常有限。据报道，岩原彻在生前曾长期饱受孤独与寂寞的困扰。
内心充满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无奈。部分网友提到，他可能正处于一种极端的情绪状态中，其孤独感甚至与他身体上的问题相互困扰着他。据悉，他正处于癌症晚期第4期，这种沉重的病痛无疑给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正因为这种内心的孤寂与病痛，使得他在追求直播内容和极限体验时，似乎更倾向于以生命冒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虽然他在过去曾成功攀登过富士山，但这次却因缺乏足够的专业装备和足够的安全意识而酿成惨剧。许多登山爱好者都指出他在这次登山中的不足之处。首先，富士山官方规定允许普通民众攀登仅在夏季，通常为7月至9月，这个时候的山路较为安全，积雪融化，而岩原彻却选择在严寒的非登山季节攀登富士山。那么就算是他真的想要冒险攀登如此恶劣气候下的富士山，他也完全可以带上几个队友，这样也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另外就是最关键的装备问题，就算是高手中的高手，要想攀登这样的山峰，也会带好防寒和救援的装备，就比如冰镐、冰爪、登山靴以及足够保暖的手套等等。然而岩原彻却什么都没有带，除了一套直播设备之外，就只剩下了一支登山杖。直播当中他多次说到自己的手指都快冻僵了，但他却坚持操作手机，这说明了他在选择装备上面的疏漏，同时也暴露了他对恶劣登山环境的风险认识不足。试想一下，如果他带齐装备，在滑倒的时候身体立刻调整，双手握紧冰镐，将冰镐迅速插入雪层或是冰面，使身体重心倾斜，同时用手臂和身体的重量尽可能的将冰镐固定住，再配合带冰爪的登山靴，保持手握住冰镐，两只脚固定在冰雪面上，就能够稳定身体，防止失控。可是他却连自救的机会都放弃了。所以比起他的死亡悲剧，更多的网友还是呈批评的态度。有些网友在弹幕当中表示，为什么直播能够比生命更加重要？他这样完全是在作死，活该。而有的则认为，岩原彻一定是被孤独和绝望驱使了，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一部分评论在调侃道，这就是活生生的直播版的达尔文奖。不过无论态度如何，大家都对这起悲剧感到惋惜，并纷纷呼吁在追求网络热点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生命安全的重要性。而达尔文奖网站也将其评为2020年度最愚蠢的行为，认为岩原彻在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装备的情况下，还执意将直播置于生命之上，这种行为无疑是在自我淘汰，为人类进化贡献了基因进化的终极案例。在岩原彻的直播过程中，除了他不断抱怨环境的声音外，引人注目的还有观众注意到的一段非同寻常的音频。有人在直播当中捕捉到，除了风声外，还夹杂着一个沉沉的模糊的低语声。各位仔细的听一下。其实我也不是很懂日语。日本网友指出，视频中的这个声音说的是 Konaido， 意思是不要来。由于岩原彻在直播中并没有拍到有别的人出现，因此有网友认为这是某个女鬼或者是山神给予岩原彻最后的警告，警告他不要再继续前行了。又或者是某种超自然力量在与他抗衡。当然，鬼神我肯定是不信的。不过在日本嘛，总喜欢整点灵异事件，或者是传统信仰中对于山神的概念。这种现象在日本文化当中并不罕见，更何况是在没有人的富士山顶。不过还是有网友对这个声音产生了解读。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这个音频很有可能是由于现场直播的气候环境、设备干扰或是无线电信号触发等原因造成的音频失真。有网友指出，直播时使用的设备在极低温度下往往会出现噪音，而且在大风和冰雪的环境当中，音频设备也很容易捕捉到杂音。不过由于这个声音是出现在岩原彻滑下山顶前的几分钟，并且最终他也离开了人世，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的这种声音难免会让人产生无端猜想。有人确信，如果岩原彻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或许就可以停止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个声音只是偶发性的被解读成了不要来的意思，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于是网友们纷纷在各大论坛、直播回放评论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有人提到了在特定的时间，例如直播接近尾声时的音频变化明显，试图用视频当中的具体时间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或许真的如一部分网友所说的，存在超自然因素，其存在都只是为这起悲剧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于热心讨论超自然现象的网友来说，这个音频恐怕得成为一个永远的未解之谜了。那么说回互联网直播，现如今的社交媒体文化当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展示自我的风气，许多直播者为了博取流量和眼球，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牺牲生命。岩原彻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直播行为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户外探险，更是当前社交媒体时代当中极限自我展示的一种体现。网络直播平台的普及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而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往往鼓励人们以极端的方式博取关注。对一部分人来说，直播不仅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手段，更是一种追求流量、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但是当直播成为一种追逐短暂关注的工具时，
个体往往容易忽略其中暗藏的危险。演员是在直播时对安全的轻视，正是这种流量至上理念的极端体现。他在面对极端环境时，仍然一心想要拍摄记录，甚至在极端寒冷、身体状况明显不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操作手机，试图通过直播来制造话题，获得点赞和评论。这种行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某些网络文化当中存在着虚荣与浮躁。所以，无论是在追求个人梦想，还是制造网络话题时，生命安全永远是不可妥协的底线。每一位热爱户外运动、热衷于直播的人都应该在追求刺激的同时，牢记科学、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那么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对于盐原车的死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震，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